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乘法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哈，一个就是 Apple 的一个话题，这是我之前讲的，我看那本 GAFA 的书的这个4个读后感之中的第一篇哈。我本来是想先讲亚马逊的，按它的顺序，但是呢，有个网友呢刚好，对吧？有个叫正宗地球人啊，他点菜说这个要讲一下这个大舌头的事情。那么，所以呢，我就刚好觉得这个 Apple 和那个大舌头讲的东西呢有点关联，所以这两个呢就一起来讲啊，就是等于说啊，网友点菜我也做一个菜这样的，但是呢只是把这个 Apple 的这个呢提前了一点啊，亚马逊的这个等会儿再做。那么首先呢，我想感谢一下啊，这种网友的支持哈。最近有很多这个网友啊，跑到我这个频道来支持我啊，这个我非常感谢哈。同时呢，我想说这个不用太拘泥于这个订阅频道这件事情啊，这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哈，不用。我并不是说那些像那种网红，就是每天说，哎，你们都来订阅我的频道啊，不要退订啊这些的，我对这个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哈，因为我觉得呢，什么，我最害怕就是浪费观众时间，就是你们来看我的频道吧，你订阅我的频道啊，你们当然希望我每一个节目不要浪费你们的时间，你们才会去订阅我的频道。如果我这个节目真的浪费了你们的时间的话，你们赶快退订。但是呢，你们以后呢也有可能还会看到我的视频，为什么呢？说句实在话，你点击了我的这个视频呢，你一个点击就是一个缘分。我有很多这些 YouTube 的视频呢，就是以前点击过，然后这时候过了几个月，突然之间它又复活了，又出来一下这样的，对吧？所以每一个点击呢都是缘分。你即使推定了我的这个以前的这些推定了我的频道，但是你看我以前的这些视频呢，如果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或者说一个非常引起共鸣的吧，就是点击量很高的这种视频突然出现的话，你们也会看到啊。所以呢，虽然不是说像订阅这种那么紧密的关系呢，但是我们已经在网上有关系了。所以呢，每一次呢都是一个缘分啊。如果你们觉得我这个视频有点浪费你们的时间的话，你们可以赶快退订哈。这个我是作为一个良心 UP 主哈，希望你们最主要呢，希望你们能够节省时间，而不是说我有没有出名或者我能不能赚钱，这些事情都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啊。网络这个东西呢，是把很多人的思想都聚集起来。当中有一些人的思想，你刚接触到的时候呢，确实你会感到有些新颖。但是比如说像我做了将近400个视频里面，你可能最多也就看个20个视频哈，因为我这个做的很杂，什么游戏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我都会做一下，只是就相当于一个个人日记一样的东西哈。当中呢，你能觉得对你有价值的呢，400个当中能有20个就算不错了哈。但是有很多是对你没有价值的，所以呢，你看完了大概觉得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你发掘完了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频道给退了啊，这没有问题的啊。就因为我刚刚做这个 YouTube 的时候还想着要靠这个能不能有点微薄的收入啊，能不能有点收入哈，结果发现这个实在是目标是达到1000个订阅观众才能够有收益哈。但是呢，现在这个遥遥无期啊，这个根本就不可能，这个1000个这个好难啊，我觉得这个很困难，所以我对这个都不在意哈。所以你们看还是不看的，我1毛钱也进不来的是吧？反正你们，对吧？所以呢，就是你们呢，就是找你们感觉到新颖的东西，感觉到对你们来说没有浪费你们时间的东西是吧？我呢，我一直就是做这一套的东西哈，我的道路一直都很旧，我自己并没有变心，而是说你和其他人看了比较一下，你觉得这个人好像有一些东西讲得很新一样的，但实际上呢，我一直都在走自己的旧路而已，就好像那个叫什么江南 style 的那个赛一样哈，他唱了一首歌，你们觉得哎呦好新鲜哦，大家都去看哦，然后都跟着跳那个骑马舞，但是他其实20年来都是唱这一类的歌，都是唱一样的歌，他的音乐风格都一样哈。然后呢，你要找他以前的那些歌来看吧，他还是那个风格的，是吧？所以呢，这个网络平台也是这样，就是说，你呢最主要呢是在网络平台上找到更多新颖的和你不一样的，给你带来这个思想冲击的人啊，不要拘泥于某一个人啊，因为如果你要拘泥于某一个人，这个人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强大才好啊，就比如像什么文昭团格论剑啊，或者是逻辑思维这种啊，所以呢，像我这种呢。我还没觉得我自己有这么强大，所以呢，我也不会强迫你们留在我的频道里面啊，说什么你们最好不要退啊，这些无所谓的哈。所以呢，因为这个正宗地球人啊，他表扬了一下我这个人类简史做得很好，希望我能够做出同水平的东西。但是呢，我只能说这个我做的所有视频呢，我认为都是同水平的啊，都一样的。但是可能网友自己的价值观吧，所以都不一样。
很难强迫别人接受别人的这个价值观，所以呢，你们觉得不好的呢，你就可以退哈，你们可以对吧？就是互相就是也算是萍水相逢一场缘分哈，所以呢，我觉得所以呢，在这里感谢一下正宗地球人点的这道菜哈。好了，那么进入正题哈，这第二个部分因为也不叫正题了，第一个部分我就讲讲这个有关 YouTube 这个感想，第二个部分我就讲讲这本有关 GAFA 那本书里面一些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大舌头那个2个小时左右的4段录音这个大舌头这个录音呢是，人家说这个叫什么，内容很多什么情报量有点大这个脑洞开得很大，什么这个那个是的，它是如果是你第一次听的话，你会觉得有很多脑洞因为它就是一个叫什么北京大爷那种瞎白活的那种东西里面很多东西白活的太多了这个上知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这个东西太多了，然后呢，听起来确实呢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听的话，我感觉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叫做什么，很多的那个启发吧。但是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了，我已经听了很多个懒人包了什么石东记也介绍过，什么那些也介绍过，2个小时的这些主要的那些精华我都已经听过了。所以我在听的时候呢，我在听石东记的时候，我觉得大舌头这个东西，大舌头讲的这个东西，哇，这个好像很新什么那个里面情报量有点多。但是我再去看的时候呢，因为石东记已经讲过了嘛，就剧透完了，那它里面有意思的东西剧透完了，所以再看呢，稍微来讲还是带着一点批判的眼光在看吧。所以呢，我觉得我对他讲的东西现在仔细想想，也不是说全部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有很多也是瞎掰但是呢，我觉得呢，他和这个我最近看的这本 GAFA 这本书呢，有2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所以呢，我要来把这个讲一下，刚好可以连接到这本书嘛。所以我们讲讲看这个 GAFA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Scott Galloway 应该叫 Scott Galloway， 他是一个商学院的教授他的看法呢和大舌头有些东西是一致，哪2个东西是一致呢？就是说这个以后的这个世界贫富差距一定会越来越大，然后呢，所有的人呢对于新的追求和崇拜也会越来越大这是大舌头里面也有讲的，就是现在大家都追求的并不是旧的东西都是新的东西。那么什么样的东西是那么贫富差距加大呢，也是同样一个趋势，就是美国人也这样认为，中国人也这样认为。但是大舌头呢给了一个解决办法他说这个因为这种问题的存在呢，所以你只有通过爱国主义把全国团结起来，然后你才能够对抗这种趋势然后他就说只有共产党能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一点呢，它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五毛但是呢这个大舌头这一点呢就跟这个美国教授是不一样的美国教授可能不会认为这个拯救这样的时代趋势需要靠爱国主义，那美国教授觉得拯救这样的时代趋势他应该要靠什么呢？他就认为要靠宗教，而这个时代当中最大的宗教就是 Apple 他这个 Apple 这一篇呢，这个大概不到100页的这个内容里面讲的就是为了通过很严密的逻辑想为你证明 Apple 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新的宗教他认为呢，他是把宗教在一个商业的品牌的角度在看过去的宗教呢，他认为呢也只是一个高级的品牌你比如说这个宗教你相信宗教，比如相信基督教然后你感觉你这个人的这个自信心就起来了。你相信某一个宗教呢，然后你就开始那个昂首挺胸走在路上不用，明明你赚的和别人一样多，但是你就觉得人家比你差他们这些人道德低下我这个人相信宗教，你看我昂首挺胸这个叫什么俯仰不愧于天就感觉这个我真是了不起了，他们那些都是渣渣我才是了不起的人，这就是给你带来一种感觉那么后来呢，这个宗教呢慢慢衰弱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就开始买奢侈品奢侈品呢就也是一样，带上一个奢侈品走在大街上昂首挺胸，哎呀，俯仰不愧于心这个一样的，这个所有的宗教呢和这个奢侈品呢都是一样的。那么苹果呢，它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最大的一个高级品牌至少是很多人都知道一个苹果的高级品牌这里面就专门讲一个苹果有一个这个不开锁的事件2015年12月呢，美国有一个就是乱射事件，就是说有一个人拿枪乱射，射死了14个人，然后呢这个人和警察搏斗了之后呢，被警察击毙然后呢大家发现了他的苹果手机，然后他苹果手机呢，这个警方打算把它解锁，然后想要知道里面的这个他的这些有些作案动机还有什么材料，他要去收集这些东西，然后
警方向苹果提出了这个解锁的要求，但是苹果拒绝解锁啊，而且拒绝之后呢，引发了一个舆论的非常大的讨论哈。很多人支持苹果啊，很多人就说这个苹果不开锁是对的啊，然后这个政府呢，你要求苹果这个解锁是对我们个人隐秘的一个巨大的侵害，这绝对不能允许的。那么当然最后呢，这个政府呢说，哎，苹果你这个开锁这个破事儿是吧？我只是叫你去做，你就不做，那好，我就找个以色列专家帮你做了。这个开锁事情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就是很简单，只是说你苹果帮我做的话，我省的成本要高一点。你现在我非要找个人来做，那就让他去做吧。那么对于但是这件事情呢，形成的这个讨论呢，实际上可以把苹果这个企业的某些特质给总结出来哈。首先呢，这个支持苹果不开锁的这些呢，都是很多的年轻的这个美国人民哈，都是民主派，都是投票要给民主党的。而民主党呢，恰恰他的主张是支持大政府的，也就是说，它形成了一种矛盾哈，就是说这个支持苹果的这些人呢，他本来是应该站在政府这边，对企业施加压力，说你这个苹果，你作为一个企业，你就应该开锁。但是这个事情刚好矛盾了，就是说他站在这个民主派的立场呢，支持这个苹果，然后呢，反而是那些年老的共和党支持者呢，他都支持解锁哈。但是那些人呢，又是希望企业减税，保护大企业的啊，这个就说明了这件事情说明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苹果这个企业能够造成一个舆论分裂，而且它自己创建了自己的游戏规则，和这个民主党、共和党这些我们传统的认为这些游戏规则根本不一样的一个游戏规则。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呢？是吧？这个呢，我觉得呢，这个就是说，这个乔布斯就给你一个啊，他这个书上面也讲，就是乔布斯就给你说，我每一年都有一个新的东西给你，它里面专门绘声绘色的讲嘛，这个乔布斯每年的这个苹果的发布会，他都是先把什么 iOS 啊、什么苹果啊、什么巴拉巴拉这个讲一遍啊，讲一遍嘛，装作好像要下台一样，然后呢，突然转过头来。And one thing more， 然后就说完这个，我还有一件事儿，啪一下就推出一个新产品，然后呢，什么 iPad， 什么 iPhone， 什么这个那个，这个都出来了，然后就所有的这个地球人啊，全世界地球人当中，大部分人这个年轻人都为了这个 one thing more 而这个叫疯狂啊，热狂啊，就是他每次这个乔布斯就是要下台之前转回来那一下。之后带来的这个全球的热潮是多么的厉害，是吧？所以呢，这个苹果的这个最新的这种概念啊，它给这个年轻人提供什么叫做新科技啊，什么新创新啊，这些感觉是他自己创造的一个宗教啊，就是追求新的一个东西的宗教。所以这个和那个大石头讲的是一样的，就是年轻人追求新的这方面呢，这个苹果刚好迎合了这个趋势，同时呢。因此，它就构成了一个以新作为这个核心的一个宗教体系啊。那么，我们人类呢，就是相信宗教和购买品牌，还有包括就是购买这个苹果呢，其实都是为了制造一个假象。什么假象呢？就是自己并不是一个社会齿轮的假象哈。你带上一个苹果，而你带上一个苹果，你带上一个名牌，然后你就好像觉得你就和别人不一样了，你就不是这么跟人这个打工赚钱的，然后你就感觉你就这个挺直腰杆，你敢跟人家说话的这种人哈。所以呢，这个东西呢，这个和过去都是一样的。那么，而且呢，它里面讲到一点，就是说神圣的宗教感的来源都在于一些精美到不像人造的东西。我这个照片你也看到了，就是说以前的这个宗教啊。他做的东西呢都非常美轮美奂，而且最主要的是美轮美奂到不像人造的啊，这就是神的来源。神的来源就是一些非人造的东西，就是一个农民哈在农村里面养猪，突然间跑到这个城市里的这个教会，一看这个东西，哎呦，这个这么精美，这个教堂这么漂亮哈，这个我就觉得好像是我这种人干100年也干不出来这样的东西。那么然后呢，他就对这个宗教产生了一种油然而生的崇敬之情，然后他就会加入这个基督教啊什么的。你看这个欧洲的所有的这些好的建筑啊，基本上都是教堂啊。你在欧洲呢旅游啊，你除了看教堂，我觉得你也没什么可以看的啊。那个王建都看教堂看到跳楼了是吧？就是所以呢，就是说当年的这个宗教呢，他把这些东西呢做得非常精美，也是为了提供一个高级的品牌，然后让这个人呢相信他这个宗教，然后让相信宗教的人呢感觉到一种与众不同啊，一种这个身份上的一个提升啊，一种瞧不起别人的一种内心的这个感觉啊。
那么顺便呢，再讲回这个苹果不开锁事件的一些细节吧。就是你比如说吧，如果说这个不开锁的这个企业不是苹果，是这个 BlackBerry 啊，那你想想看，会不会引起这么大的这个震动？会不会引起这么大的舆论讨论？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不开锁的呢，不是苹果，而是福特。福特生产了一个不能开后备箱的车，然后说里面可能有一具死尸，或者里面有个什么东西，但他坚持反对。什么警察说要我帮他开锁，我不开。然后你想看福特会怎么样啊？福特会不会被这个美国民众骂死？但是苹果他就可以做到啊，他不开锁，反而有人支持。然后有些人骂这个 Scott 啊，就是刚刚那个 Scott Galloway， 他说当时的时候他上电视台表示一些见解嘛，就是说这个当时他支持是要开锁嘛，他觉得苹果不开锁是不正确的啊。结果呢，当时不知道多少人给他写邮件啊，写那个电子邮件，骂得他狗血淋头。他是第一次觉得哇厉害，苹果太厉害了。所以呢，这个从此之后呢，他可能就苹果一身黑了，也有可能是这样哈。反正就是说，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支持苹果的人呢，他只支持苹果啊，他不支持任何其他企业，而不是不管民主派还是共和派，他们就从这里面单独出来一个东西，那就是支持苹果哈。再讲回到这个宗教的这个角度哈，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刚刚这个大舌头讲的这个通过爱国主义来解决中国这个贫富差距的增大和这个对新的追求能不能成立呢？其实，在 Scott Galloway 的这本书里面呢，他是说不可以成立的。为什么呢？他总结了，他把宗教和这个高级品牌统一在一起，然后总结出来，你要成为一个高级品牌，你就需要有哪几个条件呢？你需要5个条件哈。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有符号化的创业者。符号化的创业者，比如说是 Steve Jobs， 他死得早嘛，他本身他这个人呢是有很多缺点的，但这些东西呢，比如说他一开始不是给苹果扫地出门了，但给苹果扫地出门的时候呢，就是人家就说他人际关系搞不好，动不动就骂人哈，这个脾气非常暴躁，是个非常有病的人，就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好人哈。但是呢，他后来又回来还是骂员工，但是呢，他死得早之后呢，这个以后他的黑材料啊。就没有了啊！就因为他死得早，他就正式的成为了一个符号，成为了一个创新的符号啊。那么这个就是符号化的创业者是非常必要的。你像什么耶稣，还有包括这个华盛顿啊，这些他们都讲，这是某种程度上，他们要是死得不够早呢，他们还没有那么高的价值啊！他们如果搞得这个老年痴呆90岁还活着，然后就做下各种昏招的时候呢，那你作为一个宗教的这个起源来讲，它就有点这个失去意义了，是吧？所以呢，这个符号化的创业者非常重要。那么如果拿到中国来讲的话，你比如说这个毛泽东勉强就算一个吧，符号化的创业者是吧？